已經支付了1500億，連一架都還沒有回來。台灣花了80多億美元的真金白銀，3年過去了，廠家連個輪毂都沒交出來，這聽起來是不是像极了某種卷錢跑路的商業騙局？過去這3年，全世界的吃瓜群眾都在看美國軍工體系和台灣的笑話。看看洛馬公司把這66架 F-16戰機的交付時間一推再推，大家都篤定地得出了一個結論：美國的工廠早就生鏽了，台灣被騙了80億。但今天火力軍要告訴你，不是美國造不出，也不是我們被詐騙了。洛馬公司的工程師們之所以卡殼了3年，是因為他們接收到了一個難度極其大的甲方指令，把 F-35的技術塞進 F-16的機殼中。而這一切懸念在2026年3月16日塵埃落定。當這一架特供版 F-16V 在跑道上爆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並穩穩刺入雲霄的那一刻，輿論場上長達3年的喧囂瞬間終結。這不是什麼遲到的交付，這是一個克服了技術阻礙、全新升級的準五代機宣告正式投產。今天，火力軍帶你穿透輿論的迷霧，看看這延期的3年來，美軍工廠到底為台灣造出了一架什麼樣的怪物？台灣這80多億美金到底花的值不值？這筆80億美元訂單為什麼會嚴重逾期呢？一條曾經生產過幾千架同型戰機的成熟流水線，為什麼會在交付這批戰機的時候卡殼了整整3年？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先放一放。在這裡，火力軍先幫吃瓜群眾更新一個視覺盲區。很多人在新聞上聽到 F-16V 這個詞，就以為這只是一次常規的系統升級，或者是美軍2012年那款 F-16的升級款，就像給一台用了10年的老舊智能手機刷入了一個最新的系統安装包。如果你這麼想，那就太低估這筆巨額訂單的含金量了。這批讓洛馬工廠死磕了3年的戰機，雖然我們習慣性的叫它 F-16V， 但實際上洛馬公司之所以願意忍受整整3年的產線停滯和外界的嘲笑，根本原因在於美國軍工體系正在為台灣提供一種史無前例的頂級 VIP 定制服務。在普通的國際軍火貿易中，買方通常只能在賣方現有的標準配置表裡挑挑揀揀，這叫買標配。但台灣這次的這筆訂單完全不同。為了完美契合台灣極度特殊的防空需求以及未來可能面臨的超高密度電磁環境，美國人做出了一個違背傳統流水線常理的決定，他們直接把台灣當做了這款機型的絕對主導者。這66架即將交付的戰機根本不是什麼向全世界大批量拋售的通用貨，而是徹頭徹尾僅此一家的台灣特規版。洛馬公司的頂尖工程師們幾乎是按照台灣對未來高危空域的防禦設想和島內相關專家提出的具體意見，逆向倒推着修改了整架飛機的底層圖紙。為了讓這批戰機能夠完美融入第一島鏈的防空網絡，美國的研發團隊不惜將整條成熟的生產線推倒重來。你以為是台灣在苦苦等待美國工廠交貨？錯，真相是在過去的3年裡，是整個美系航空工業的核心智囊團停下了手裡其他的通用生產任務，傾盡全力在為這66架台灣特規版專門重新排線，重寫底層邏輯。這種為了單一客戶的特定需求，直接重構一條4代半戰機生產線的服務規格，在現代商業軍工史上堪稱極其罕見。他用最冷酷的工業成本證明了一件事：在這個關鍵的防禦節點上，美國軍工巨頭寧可犧牲掉極其寶貴的3年商業交付時間，也要為這個客戶打磨出100%完美的物理硬件。這架飛機也非傳統意義上的 F-16V， 而是 F-16 Block 70台灣定制版。如果說现役那些由老舊批次改裝升級來的常規 F-16V 屬於舊瓶裝新酒，那麼這66架全新下線的 Block 70，則是洛馬公司為了完美適配那顆 F-35同款5代機大腦，直接在原廠的無塵車間裡從零開始單獨熔铸的一個全新酒瓶。它的機身結構經過了徹底強化，使用壽命直接翻倍到了1.2萬個飛行小時。更要命的是，為了給海量的電子設備供電，這批 Block 70徹底拋棄老舊的動力系統，直接換装了一顆推力更強、發電量極其恐怖的改進型涡扇發動機。大家要知道，把 F-35的技術下放，最缺的根本不是代碼，而是電。常規升級的老款 F-16V 就像是帶着老舊的電源去拖動 RTX 4090顯卡，隨时可能因為供電不足而導致雷達降頻。而這66架全新的 Block 70，這款通用電氣為它量身打造的 F10G132發動機，能夠提供恐怖的電力冗餘，才能真正毫無顧忌地點亮機頭裡那顆算力驚人的 APG83雷達。這顆雷達直接繼承了 F-35的硬件基因。以前的老雷達就像是在用手電筒照夜路，只能看到模糊的光斑，而有了充足電力支撐的新雷達，是在給整個戰場做高精度的核磁共振。那些躲在樹林裡的雷達車、防空導彈，在它的屏幕上會直接呈現出清晰的3D 輪廓。先進確實先進了，但是為什麼會延期交付呢？
因為接下來的麻煩恰恰就出在這些過於先進的配置上。當洛馬公司把算力驚人的雷達、全數字的電子戰吊艙以及狂暴的新發動機全部擠進這個物理空間極其有限的機體裡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嚴重的排異反應。首先是散熱崩了，第5代電子設備的功耗大得驚人，如果不徹底重構冷卻系統，飛機在天上飛着飛着，雷達自己就會因為過熱而當場主板燒毀。其次是致命的電磁干涉漏洞，在地面測試時，工程師們發現了一個神奇的 bug。如果飛機的雷達和自帶的電子干擾系統同時全功率開機，它們發射的雷達波會大概率產生幾毫秒的頻段衝突。在普通人的電腦上，這不過是遊戲卡頓了一下，但在瞬息萬變的空戰中，這幾毫秒的系統死機就意味着這架造價上億的戰機將被防空導彈瞬間化為火球。花了80億美元，不是為了買一堆在天上隨時會死機的廢鐵。所以洛馬公司停下了流水線，死磕了整整3年。這3年，他們是在數以千萬行的底層代碼中瘋狂修改。他們重寫了整個電磁兼容協議，重新布設了光纤網絡，硬生生地把所有的硬件排異反應全部壓制到了0。2026年3月16日，首架機在美國原廠試飛通關。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試飛，這意味着這款全新定制底座加狂暴新心臟加5代機大腦的產品終於拿到了量產許可證。那些因為交貨延期而嘲笑美國制造業已經日落西山的看客們，完全忽略了商業供應鏈中最可怕的一個規律：當硅谷的工程師們搞定了底層代碼，打通了原型機的技術死結後，接下來接管比賽的將是毫無感情的工業流水線。當3月16日那架 F-16穩穩落地時，輿論場上依然有一種短視的聲音：花了3年才別出一架飛機，這產能早就枯竭了吧？產生這種錯覺的人顯然不懂現代高端制造業的底層邏輯。在科技制造領域，第一架原型機的下線速度從來都不能代表流水線的真實產能。這架完成試飛的飛機，在工程學上的真正代名詞叫做完美模具。前期的這3年，洛馬公司其實是在耗費巨資打磨一個毫無軟硬件排異反應的標準模具。在代碼沒有跑通、bug 沒有抓完之前，貿然開啟流水線，只會生產出一堆昂貴的工業垃圾。而現在，這架試飛的戰機帶回了海量的遙測數據，它向洛馬公司的總裝廠下達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底層框架已經穩定，系統兼容性全部達標。就在這個死結被徹底斬斷的瞬間，洛馬工廠的運轉模式立刻從實驗室的手工打磨切換到了工廠火力全開的複製粘貼。讓我們把視線拉進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的巨型車間。這裡根本不是外界嘲笑的空蕩蕩。為了消化積壓的訂單，洛馬直接啟動了最高效的2班倒連軸運轉。在恆溫的無塵車間裡，有多達59架新戰機的機體，正像大型服務器機架一樣，整齊劃一地排列在自動化裝配台架上。從相控陣雷達的嵌入到數公里長光纖線束的精密走線，再到涡扇發動機的吊裝，每一個工位都不再需要猶豫和修改圖紙，工人們只需要按照已經確立的標準作業程序執行冷冰冰的流水線拼裝。所以管這個叫產能衰退。這是一台被設定好程序的工業印鈔機，開始全速運轉。一旦首架機在今年第3季度完成最終的政府交付，接下來剩餘的65架戰機就像高端智能手機出廠一樣，以穩定且不可逆的節奏持續傾瀉進第一島鏈的機庫中。但制造出海量的物理外殼僅僅是這場商業交付的第一步，真正的遊戲規則改變者在於，這批即將跨越太平洋的新銳機群根本不是用來拼刺刀的。如果對方還在比較飛機的盤旋半徑、最高極速等傳統的機械參數，但他們將在未來的第1秒交鋒中付出極其慘痛的代價，因為這批披着熟悉外殼的戰機即將把這片空域的交戰方式徹底變成一場流量與數據的單向绞殺。我們總是被電影裡的畫面誤導，以為現代空戰還是2架飛機在雲層裡互相追逐，用機炮互相掃射。但在現代作戰體系的高位對抗中，誰掌握了戰場的單向透明，誰就掌握了降維打擊的開關。這批全新出廠的戰機換裝了與 F-35同源的雷達和任務計算機後，本質上已經不再是一架傳統的戰鬥機。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台掛着導彈的在平流層高速移動的高功率路由器。讓我們推演一下未來的高危对抗场景。在這片被強電磁干擾覆蓋的空域，對手或許還在依靠傳統的掃描雷達，像個拿着大喇叭的盲人一樣，在幾百公里外大喊大叫地尋找目標。但 F-16 Block 70根本不需要發射容易暴露位置的雷達波，它依靠機身上被動的傳感器，像個幽靈一樣安靜地在防區外游移監聽。一旦它開啟機手的高清雷達，看穿雲層並鎖定了對手，它甚至都不需要自己動手發射導彈。這就是美軍這套系統中最不講理的地方——Link 16高級戰術數據鏈。而這個東西就好比一個加密的群聊，只要其中一架 F-16發現了目標，它就會把捕獲到的3D 坐標以光速直接發送到整個戰區網絡。
接受這份實時位置共享的，可能是隱藏在幾百公里外山脈後方的防空導彈陣地，也可能是游弋在海面上的宙斯盾驅逐艦。這就是這架戰機真正的核心賣點，它是防空網向外延伸的眼睛，是引導超視距打擊的超級節點。對手的飛行員甚至連雷達告警聲都沒有聽到，就會被從視距外幾十海里奔襲而來的導彈實施無死角的交叉點名。這是一種剝奪了交互感的單向戰爭，沒有騎士對決般的驚險搏殺，只有基於算力和信息共享的抹除。那些曾因為交付延期而嘲笑這筆訂單的吃瓜群眾，完全忽略了這種底層軟件生態帶來的代價碾壓。一台滿載新生態系統的节點戰機已經足以改變局部空戰的打法。但如果我們把視線拉高，審視整個亞太的戰略沙盤，這66架全新下線的戰機僅僅是美方防空版圖上的一塊拼圖。當工業流水線的轟鳴聲轉化為實際的交付量，當這批新機與當地現役的140餘架同行升級機隊徹底合流時，一個令人窒息的宏大數字即將浮出水面。這絕不僅僅是機隊數量的簡單相加，而是要在第一島鏈的上空扯起一堵龐大網絡牆。這張無死角的分布式信息網究竟会如何鎖死對手的戰略空間？當這66架 F-16 Block 70在未來的幾個季度裡陸續交付，並降落在堅固機庫中時，許多傳統的觀察家依然在做着極其簡單的加減法。他們固執地認為，66架新飛機加上當地現役升級的140餘架，不過是機隊規模擴充到了200架而已。但在現代通信與網絡科技的底層邏輯中，單純的硬件數量疊加，一旦突破某個臨界點，就會觸發指數大爆炸。我們來算一筆純粹的技術賬：200架戰機意味着這片空域將同時在線200部高分辨率相控陣雷達，以及200個高速游走在平流層的数据鏈分發節點。這就好比你在家裡裝 WiFi， 以前只有一台路由器，總有信號覆蓋不到的死角。但現在，美系防空體系在第一島鏈的上空直接部署了一個由200台高端設備組成的全覆蓋分布式網絡。只要進入了這個網絡覆蓋的區域，任何一架 F-16V 偵測到的盲區數據都會在毫秒內同步給全網的所有終端。他們在空中編織出的是一張覆蓋整個核心區且具有極高抗干擾冗餘度的超級傳感器網。那些曾經在網絡上拿着交付時間表瘋狂嘲笑產線停滯的看客，完全忽略了當底層系統打通、硬件形成網絡規模後所帶來的系統性排斥力到底有多麼令人絕望。當這堵由200個節點砌成的信息牆徹底通電運行，而對手如果還試圖依靠舊時代的機械化戰機或者是單機突防的傳統戰術來爭奪制空權，都將在進入防區的第一秒被這套龐大的網絡瞬間捕獲。對手將面臨一個毫無交互體驗的邏輯死局，開啟雷達就會立刻暴露自身坐標，被全網共享，隨後招來視距外的激活點名。保持靜默就會在 F-16V 無死角的合成孔徑掃描下，淪為雷達屏幕上極其清晰的活靶子。在這張絕對的信息網面前，飛機機動外形的優劣、機動性參數的高低都將失去討論的意義。交付的延期換來的是底層架構的徹底重寫，漫長的等待迎來的是整套系統的全網部署。當3月16日那架原型機平穩落地，宣告了系統驗證的徹底通關，這場圍繞着80億美元訂單拖延的輿論狂歡也到了該結賬的時候了。回過頭來看，這根本不是什麼產能枯竭的騙局，這是美系軍工花費了3年時間為這片空域編譯並安裝一套全新的操作系統。面对這支即将成型的空中戰隊，在未來的天空，對手的戰術選擇空間還能剩下多少？面對美系軍工體系這種基於網絡和標準的生態級輸出，單憑堆砌傳統飛行平台的模式，是否已經徹底走向了死胡同？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完全交付的 F-16V 意味着什麼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